注意看，石油矿工正在深海勘探，突然海底发生强烈的震动，接着眼前出现一只会发光的小鱼。男人感觉很奇特，于是就想抓一只带回去，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只不起眼的小鱼会带来多大的麻烦。结果就在这时，地壳再次发生强烈的震动，瞬间出现数万只闪光鱼将它带走。转眼20年过去，海上钻井平台仍在工作，多年来非但没能钻出石油，还经常发生事故。为了强奸女主娜美出现，虽是女流之辈，但干起活来可不含糊，力气大到让男人都称赞不已。开头那位牺牲的勇士就是他的父亲。多年后，为了帮父亲完成遗愿，他义无反顾地登上油田，但苦于多年来没有进展。上头派来了开采专家龟田，龟田是娜美父亲的挚友，一见面二人就紧紧相拥。在和船长讨论过后，龟田立马带领队伍进入工作状态，还得是专家。用了3天就解决了20年的大难题，终于钻出了想要的石油，大家开始疯狂庆祝。娜美和男友一郎在甲板上飙车，大家都以为这下完成任务了，可很快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娜美带着船员松本下水检查，可没过几分钟，松本的安全绳突然断裂，在惊恐声中永远的沉入海底。娜美有幸活了下来，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了医护室，精神上受到了一定的创伤。医生春奈细心地照顾着她，在情绪稳定后，娜美走上工作车间，拿起自己和松本的合照，不禁想起了在一起工作的曾经。可如今已天各一方，就在她陷入胡同无法自拔时，这个医生正在检查女人的尸体。 복잡해질 것 같은데? 정액인 것 같아. 而这个死者正是女医生春奈，大家瞬间就将目标锁定在志顺身上，因为他经常骚扰女医生，甚至会在她下班路上堵她。就在事发前，他还在纠缠春奈，因此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凶手就是他。船员立马出动搜寻志顺，很快就在案发的甲板上堵住了他。但志顺拒不承认是自己杀了春奈，还在春奈的尸体旁留下痛苦的泪水。为了查清楚死因，医生对残留的液体做了鉴定，可还没等化验结果出来，医生再次惨遭毒死。难道真的是志顺做贼心虚吗？害怕事情暴露，提前出手了。可是当大家找到志顺时，发现他已经神志不清了，嘴里还大喊着怪物，然后挣脱控制跑了出去。那美等人立马追了上去。就在这时，事情终于露出眉目，一只怪物从屋顶爬过，随着一声惨叫，落单的志顺成为了怪物的腹中餐。此时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一只巨型怪物，如果继续等下去，必将是死路一条。众人都一筹莫展，可此时专家龟田却非常冷静，似乎早已预知了一切。接着拿出封存已久的烧火棍，决定找怪物一决高下。很快大家在油舱看到了怪物。就在队友要遇难时，龟田和娜美开始攻击，举起烧火棍对着怪物一顿喷射，但这点伤害对怪物来说根本不值一提，而且越战越勇，慢慢逼近人群。奇怪的是，从怪物伤口流出的竟然是石油。龟田不慌不忙从兜里拿出打火机，然后朝着怪物扔了出去，怪物瞬间就被火焰包围，但他似乎并不怕火，朝着人群就奔袭而来。大家被逼进了电梯里，怪物则是一拳一拳地砸着铁门，很快就来到电梯上，然后伸出触手不停试探。娜美险些遇害，所有人被吓得大气不敢出。就在这时，娜美瞅准时机，直接朝着触手砍了下去，这才让大家躲过一劫。看龟田对怪物如此了解，船长开始怀疑他来这里的目的。在众人的逼问下，他说出了真相。男人打破鱼缸，拿出一条1米长的小鱼，然后放在加热台升高温度，几秒钟后，小鱼瞬间起火。原来20年前，龟田就发现了这种可燃生物，体型虽小，但燃烧热量远超石油。如果大量培养，那他们国家的能源就会取之不尽。于是龟田就偷偷养了一只来实验，并且由医生春奈来照顾，每天给它注入大量核废水。小飞鱼转眼变成了大怪兽。这天东窗事发，培养缸爆裂，怪物逃了出去，事情逐渐失控。下水检查的松本是第一个遇害者。春奈和龟田起了争执，害怕事情暴露，龟田将春奈推了下去。这下真相大白。就在众人痛斥龟田之时，怪物再次开始攻击。龟田知道这是自己惹下的麻烦，于是来到甲板上准备和怪物一决生死。他手持喷火器开到最大马力，直接朝着怪兽喷了上去。但之前已经验证过了，这玩意根本不怕火，而且越烧越猛。接着丢掉喷火器，开始肉搏。龟田直击怪兽的要害，放出了数万吨的石油，怪兽也没放过他，触手直接插进龟田的身体。忍着剧痛，龟田拿出打火机，准备和怪兽同归于尽。可刚才就说了，人家不怕火不怕火，真是够倔强的。慌乱中，娜美的男友一郎还被叼走，随后一同掉进了海里。这下娜美怒了，她将怪兽引到了断井口，拿起棒槌开始发泄内心的愤怒。但这只能是挠挠痒痒。利用地形的优势，他启动了8万吨的钻头。就在怪物要吃掉娜美时，钻头直接击中了怪兽的脑袋。害怕他没有死透，娜美再次按下了开关。这下就算是一块金刚石也该钻碎了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怪兽死了，油田毁了，
谁能想到一条小飞鱼竟然能变成大怪兽？万恶之源就是专家的贪心，所以面对如今的油价，如果真有这样的馋油怪物，你会养一只吗？